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带着男朋友参加高中同学聚会，跟我不对付的女同学故意造我黄谣。她上高中的时候就没少跟男人上床，还被校外的大款包养过呢。你跟我们公司合作的项目，也是爬上我们总裁的床拿下的吧？男友听信他们的谣言，不仅跟我提出分手，还对我拳打脚踢。女同学把桌上的菜倒在地上，既然你这么拜金，跪下把地上的菜都吃了，我就给你1万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丑恶的嘴脸，笑了。女同学口中被我爬床的总裁，3天前刚刚卑躬屈膝地求着我合作，我倒要他解释解释，我是怎么爬上他的床拿下项目的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挽着男朋友许天阳的臂弯，刚进酒店包厢，就看到一向和我不对付的林书瑶，心底霎时涌起一股憎恶和怒火。早知道就不来参加了。许天阳穿着一身高级定制西服，衬得他愈发帅气得体。他笑着环视一周后自我介绍：大家好，我是梦梦的男朋友许天阳，我们都在华菱集团上班，我是采购部的经理。在场所有人都不知道我是华菱集团的总裁，包括许天阳，他到现在还以为我是和他不同部门的普通员工。我抬眼碰到林书瑶的目光，他的眼神紧紧地贴在许天阳身上，闪着亮光。华菱集团，许总真是年轻有为啊，竟然在市里最大的集团当采购经理。年底我们丰源集团和华菱集团还有过合作。林书瑶凑到许天阳身边，想要和他拉近关系。许天阳谦虚笑笑，紧紧地牵着我的手。林书瑶的视线移到我手上，翻了一个大白眼，立即阴阳怪气道：只可惜许总看人的眼光不太行，你这么优秀，怎么会看上徐家梦这种不要脸的女人？她可是我们高中有名的交际花，床上的男人换了一波又一波，现在竟然这么好福气，攀上你这样高品质的男朋友。我心口突然窜起一股怒火。从高中起，林书瑶就没少造我的谣，只因我家境比她好，学习成绩比她优秀，她就处处看我不顺眼，甚至挑选了作为女生最脆弱难堪的地方对我进行人身攻击。我一掌拍在餐桌上，指着林书瑶大喝：你造谣我上瘾了是吧？高中污蔑了我整整3年，现在你还要故技重施是吗？没想到林书瑶看我这个反应一脸无所谓，她两手一摊：我说的是事实还是谣言？你问问在场的同学不就知道了。她还故意咬中字眼：你当年那些破事尽人皆知。席上那些大腹便便的男同学瞬间来了劲儿，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对女生进行臆想和编排。当年林书瑶的暗恋者李永新叼着烟色眯眯的笑，徐家梦的第一次可是给了我。一个晚自习下课，他把我约去小树林，二话不说就开始扒我裤子。包厢里所有人的目光开始变得意味深长起来。李永新一番话说完，又有不少人争先恐后发言。我还记得她当初抢了校花的男朋友，在校外的小旅馆开房，被校花当场捉奸。对，后来她在班里越来越有钱，脚上穿的鞋子要几千块，听说是被社会大哥包养了。谣言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发酵，哪怕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口中的校花，对那个包养我的大哥更是闻所未闻。可他们描绘的头头是道，死死地把我钉在耻辱柱上，3两下就给我定了罪。许天阳的脸色越来越僵硬，
我抓紧他的手，着急辩解道：“许天阳，你别相信他们说的，全都是假的。他们口中的一切我全都没做过。”许天阳不动声色地挣开我的手，为了面子，他还在竭力压下情绪，只是嗓音极其不自然。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，大家也没必要揪着以前不放，有谁能一直不犯错呢？同学们尴尬笑笑。许总果然是心胸宽广，能混到华菱集团采购经理的肯定不是一般人，有大格局啊！是啊是啊，以前的事就不提了，只要徐家梦现在金盆洗手，重新做人就行。他们的话听起来是在夸赞，可每个字眼儿都在嘲弄我是个不干净的女人。许天阳的脸色又青又白，别提有多难看。林书瑶抿了一口酒，鼻子冷哼一声：“我看啊，他早就背着徐总在外头勾引男人了。”我气得站起来质问林书瑶：“你少在这儿给我泼脏水！你要么就拿出证据来，要么就给我闭上你的臭嘴！”林书瑶不屑地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，最后把目光定在我身后的包包上。你这一身名牌值多少钱我就不说了，就你那个包包，可是 LV 家的最新限量款，至少要100万。别说你了，就是身为采购经理的徐总，年薪也才勉强购买一只包包吧？你倒是说说，他是怎么来的？许天阳抽动着嘴角，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震惊和失落，他也在怀疑我对他不忠。我着急辩解，径直回复道：“这是我年底跟进丰源集团的项目后，集团发的年终奖。丰源集团的项目是华菱集团年底的最后一个项目，确实是由我亲自跟进的。我没多想，只想着用一个合适的理由证明清白。不成想，我这些话一说出口，林书瑶就张狂大笑起来。一个项目发了100万的年终奖，你是把我们所有人都当成傻子了是吗？徐总，你不要被这个贱人蒙蔽了。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，他就是爬上了我们丰源集团李总的床，才拿下的这个项目。这个包就是李总送给他的。林书瑶，你别血口喷人，这个包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。林书瑶眼疾手快，冲到我身边，抓起我的包包，迅速掏出口袋里的发票。这只包包就是李总托我去法国代购的，我只要比对一下发票和包包里的编码是否一致，就知道是不是李总买的。许天阳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，眼巴巴地等着林书瑶比对。包包上的编码和发票上的数字一字不差。徐家梦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林书瑶尖叫着把包包里的东西都掏了出来，名牌手表、戒指和项链纷纷滚落一地。同学们看到价值连城的东西，都倒吸了一口冷气。他痛恨地将包包砸到我头上，链子抽在我脸上，火辣辣的疼。你包里这些东西价值几千万，你还敢说你没在外面勾引男人？林书瑶气急败坏的脸充斥在我眼前，可下一秒，一阵冰冷从我头上浇了下来。许天阳死死咬着牙，胸前的衬衫起伏，痛恨我是个爱慕虚荣的女人，竟然端起红酒泼我。徐家梦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把我当傻子是吗？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人，到底背着我在外面睡了多少男人？我人生第一次被这般羞辱，豆大的泪珠滚滚而落。我哭着向许天阳解释：天阳，我是华菱集团的总裁，这个包是我和李总谈合作的时候托他出差法国帮我代购的。刚认识许天阳的时候，他被原公司裁员，整个人自卑又内向，是我开了后门让他进公司当采购经理。为了维护他的自尊心，
我从来没有曝光过我的总裁身份，如今我被人造谣污蔑，只好说出真相。全场人仿佛听到了一个惊天笑话，围着对我的脸指指点点。他说他是华凌集团的总裁，哈哈哈哈！华凌集团的法务知道了不得给他发律师函啊！林书瑶的笑声极为突兀刺耳。徐家梦，撒一个谎就需要无数谎言来圆，你越圆越离谱啊！华凌集团的总裁需要爬李总的床拿项目吗？我扑上去揪住林书瑶的衣领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林书瑶柔弱地闭着眼睛，假装一副喘不过气的样子。许天阳跨步上前，毫不留情地把我的手拽了下来，非常关心林书瑶的状态。林书瑶捂着喉咙清了2下嗓子，我有徐家梦和李总的床照。什么？快拿出来让我们看看！同学们瞪大了双眼，我也觉得荒唐至极。我和李伟成不过就吃过几次饭，谈了一次合作的关系，怎么可能会有床照？可林书瑶点出那张照片，明晃晃的裸体上赫然是我的脸。我抢过手机，崩溃大喊：许天阳，你要相信我啊！这张照片是假的，是伪造的，我和李伟成绝对是清白的。许天阳额角的青筋突突直跳，他厌恶我的靠近，反手一巴掌甩在我脸上，我疼得双眼发昏，没站稳，重重跌在地上。许天阳看我泪流满面，心生厌恶，端起餐桌上一锅浓汤淋到我头上。徐家梦，你怎么这么下作？为了钱你连脸都不要了吗？林书瑶不忘在一旁煽风点火，也不知道徐家梦背着你到底找过多少男人。徐总，我觉得你很有必要去医院里查查身子。我头昏脑胀，眼前一张张狰狞扭曲的人脸在讥笑，在鄙视，他们嫌弃的眼神就好像避瘟疫一般。许天阳抬起我给他买的定制皮鞋，踩在我脸上，狠狠地旋转鞋底碾我的脸，恶狠狠道：要是我查出来有什么脏病，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林书瑶冲上来按着我的头，把我的脸对着地上的残羹，逼迫我吃地上的垃圾。吃啊，你把地上这些剩菜全部吃完，我就给你1万块钱。你不是为了钱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吗？许天阳环抱双臂，在一旁冷冷地看着林书瑶对我动手，无动于衷。我死死闭紧双唇，憋着半天的委屈和怒火，盯着林书瑶，不肯低头妥协。林书瑶见动不了我，就想煽动在场的围观同学。同学们，我虽然在李总手下工作，但是我和他的夫人关系非常好，也十分痛恨徐家梦这种行为。在场的人谁要是能好好收拾他一顿，我保证把各位的壮举传达给总裁夫人，以后他必定会多多关照大家。大多数同学都在做生意，丰源集团是他们可望不可及的大客户，要是能成为大集团的供货商，就是1年只开张1单，都能抵上3年累死累活了。瞬间，大家就撸起袖子，高喊为了正义要好好替天行道。许天阳一手插兜，一手指着地上狼狈的我。我作为华凌集团的采购经理，有能力决定公司的供货商，你们要是把它收拾好了，以后我可以代表公司和你们合作。区一个采购经理就想左右我集团供应链，等我回到公司，第一件事就是把许天阳扫地出门。可丰源集团和华凌集团2块肥肉在他们面前晃荡，泼天富贵就在眼前。这些猥琐的男人们摩拳擦掌，如猛虎一般朝我扑来，拳脚流星般砸在我身上。我疼得龇牙咧嘴，
断断续续地开口求饶，他们却仿佛在打排位赛，恨不得能把我直接打死，扛着我的尸体去跟许天阳和林书瑶论功行赏，直到把我打得奄奄一息，他们才停下手来，讨好地望向许天阳和林书瑶，甚至还不忘继续贬低我。许总，像她这样肮脏的女人根本就配不上您，只有林书瑶这样的干净女孩才配做您身后的女人。我努力睁开肿胀的眼睛，看到林书瑶得意地将手附在许天阳的手背上，许天阳立马给了林书瑶回应，与他十指紧扣，密不可分。许天阳，你知不知道我是……许天阳狠狠踢了我一脚，打断我要说的话，笑死了，你不就是一个拜金女？紧接着他牵起林书瑶的手，在我眼前晃了晃，用看垃圾的眼神看着我。同学们说的没错，你这么肮脏下贱的女人根本就配不上我，只有瑶瑶这种聪明自爱的女孩才配做我的女朋友。此刻我只想证明清白，像丧尸一样在地上艰难蠕动，忍着剧痛碰到了摔落在地的手机。林书瑶徐徐走过来，踩在我手上，半蹲着拽起我的头发，强迫我抬头看她。你要干什么？她微眯着眼睛，看起来危险又可怕。我要打电话找李伟成，我要让他来酒店当面和我对质，证明我的清白。话落，我的手背传来一阵锥心刺骨的刺痛。林书瑶瞅准我的手和手机，狠狠跺了好几脚，边跺脚边咆哮：你这是想拿李总来压我们是吧？以为李总现在疼你宠你，就想让他为你撑腰是吧？你休想！我倒要看看你没了这副好看的皮囊，李总还会不会用正眼瞧你？林书瑶薅住我的头发，拼命地往后拽，我疼得感觉整张头皮都要被他掀开。他拽了我有几米远，才在一张桌子上拿到了剪刀，锋利的刀片在我瞳孔中折射出光芒。我发出惨烈的尖叫声，不要！我挣扎着偏过头，林书瑶没剪准，但还是剪下了我一小撮头发。他扬手抽了我一巴掌，强硬地拧住我的下巴。你要是再敢乱动，我就划烂你的脸。刀片即将到我脑后的瞬间，包厢大门被拧开。听说华菱集团的徐总在这里聚餐，我们李总特意让我来给徐总送上一瓶好酒。我一下就认出了这个声音，是李伟成的特助王明。可惜我的下巴被林书瑶死死钳住，又背对着王明，根本发不出求救信号。徐总，那不就是许天阳吗？没想到许天阳一个采购经理，竟然有这么大的脸面，能让丰源集团的李总亲自派人来送酒。看来我们刚刚替他教训那个贱人，真是教训对了，以后他肯定会越爬越高，就是华菱集团的总经理之位也不在话下啊！到时候兄弟们不就都能跟着他发大财了吗？许天阳安安静静地听着大家的吹捧，内心已经膨胀成气球了。他拨了拨身上的西服，一副精英的气派，上前伸手去接王特助的酒。我就是许天阳，承蒙李总厚爱，替我多谢李总，改天一定到贵公司登门拜访。王特助眼珠子滴溜溜地转，摸不着头脑。我找的是华菱集团的徐家梦，徐总裁啊，你是？一瞬间，我清晰地看到许天阳和林书瑶得意洋洋的脸色凝固在脸上，所有人的目光正朝我望了过来。王特助循着众人目光，看到被林书瑶踩在脚下的我，惊得把手里的酒摔在地上，急忙冲到我身边。徐总，你……王特助一把推开林书瑶，天仿佛塌了下来，都快急哭了。
林书瑶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对徐总动手，你不要命了吗？王特助细心把我从地上扶起来，一点力气都不敢使，生怕弄疼了我。林书瑶伸出手指着我，震惊地问：王特助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怎么可能是华菱集团的总裁？他分明就是李总在外头养的情人啊！我帮总裁夫人除掉这个小三，他会感谢我的。王特助被他的大言不惭气得要死，冲上去狠狠就是2耳光，把他的嘴角都抽出了血。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徐总和李总就是生意场的合作伙伴，根本不是你说的那种关系。许天阳紧紧皱着眉，花了好长时间才接受了这个事实。梦梦，你真的是华菱集团的总裁？他软和着嗓音靠近我，试探地把我的手包裹在手心里。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。我嫌恶地抽出手，觉得被许天阳碰到过的地方都是那么肮脏。许天阳惊恐地咽了下口水后，扑通跪在地上。我拧着眉毛看着身上一片狼藉。王特助很有眼力见地，让门外的服务员立马进门帮我擦拭。我拒绝了他们的靠近，盯着跪在地上的许天阳和林书瑶，谁弄脏的就让谁弄干净。在场所有人看见嚣张跋扈的许天阳和林书瑶都跪在地上，知道是踢了铁板，一个个迅速软下双膝，直直跪在我身旁。对不起，徐总，我们错了，我们这就给您擦干净。让他们俩先来。众人大气不敢喘，动都不敢动，愣在地上看许天阳他们。王特助迅速搬来一把椅子扶我坐下，许天阳和林书瑶抓起服务员手里的消毒手帕，跪着移动双膝挪进我身边，两个人抖着双手，不敢有一点分神的细细为我擦拭着身上的脏污。许天阳边擦边抖着声音哭：梦梦，我只是一时听信了谣言，才对你恶语相向的，那不是我的本意，我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林书瑶刚刚盛气凌人，也荡然无存，她跪在我身边声声求饶：佳梦，看在老同学一场，你就饶了我吧。我承认我就是看你有钱，长得比我好看，男朋友也优秀，才想说你坏话的。我现在真的意识到错误了，你能不能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我计较啊！底下此起彼伏的哀嚎声响起。是啊是啊，佳梦，你就看在老同学一场网开一面吧，我们也是被人牵着鼻子走呀。现在的生意不景气，我们为了生意也是无奈才硬着头皮对你动手啊，你就原谅我们吧。他们跟我求饶，根本就不是诚心想要我原谅，不过是忌惮华菱集团，忌惮我总裁的身份。毕竟我轻飘飘的一句话，都能让他们以后吃不上一碗饭。你们把我弄成这副模样，跪下磕2个头，说2句求饶的话，就想要我原谅你们，我未免也太好说话了吧？他们解读出了另外一层意思。林书瑶紧紧抓住我的手，似是下了很大决心。我们让你还回来，你对我们动手吧，下多重的手都行，只要你愿意放过我们。我懒懒地掀开眼皮，真的吗？那我可以考虑一下。话刚说完，许天阳就抱着我的脚，示意我拿着桌上的剩菜到他身上。我嫌麻烦，静静坐着不想动。他着急地起身，拿起底下还在加热的一道菜，心一横，咬牙从头淋到了脚，稀稀拉拉的菜叶在他的头顶，高贵的西服变成了廉价货，看起来狼狈又滑稽。你好像不止对我做过这个吧？我隐隐攥起拳头，一想到刚刚许天阳竟然把我踩在脚下，我就恨得牙痒痒。许天阳即刻反应过来，像狗一样爬到我脚边，仰起脸
等到我的脚踹到他脸上。不过我今天穿的可是细高跟。他盯着我的尖锐的高跟，没有半分迟疑。我狠狠地抬脚砸到他脸上，他的脸瞬间破开一个大血洞，水龙头般的涌出一大片血。可他愣是连眼睛都没眨，忍着剧痛为我鼓掌。梦梦，踢得好，踢得对，就应该这么报复我，就该这么报复。他想得倒挺美，挨这么一下，痛求得我原谅，以后还能继续捞钱，再来几下他都愿意。我看着他现在低三下四的模样，忍不住大笑起来。跪在地上的其他人看到许天阳三两下就把我哄好，证明这个方案的可行性。刚刚还在围殴我的男人们纷纷扭成一团，拼了命的想让对方把自己揍得更加惨烈，来我这儿邀功。整个包厢里都回荡着此起彼伏的哀嚎声。我悠悠坐在椅子上，就像在欣赏一出喜剧。林书瑶深吸一口气，眼底是浓浓的懊悔，一个接着一个的耳光抽在脸上，连气都不敢踹，一直打到脸上一大片红肿，手心都是淤青，疼得抬不起胳膊。他才带着眼泪弱弱地问我：佳梦，我抽不动了。我没再为难他，眼神瞥了瞥地上的剪刀。虽然他刚刚没把我的头发全部剪光，但是这口恶气我一定要出。林书瑶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，一滴滴砸在我脚边，可他怕我再动怒，愣是连一点啜泣声都没发出来，甚至用衣袖把地上的泪水全部擦干。他抬眼深深吸一口气：徐佳梦，只要我把头发剪了，之前的事就一笔勾销是吧？林书瑶在丰源集团做公关工作，平日里对外表的要求极高，就连她的头发都需要定时去专业的发型店做定制的护理。她死死咬着下唇，下了好大的决心，一刀下去，她及腰的头发变成齐耳短发，可见我一副不满足的表情。她再一刀下去，头发又短了一半，一刀有一刀，最后活脱脱把自己剪成一个阴阳头，又恐怖又瘆人。看着满地的头发，他瞬间到了崩溃边缘，哭嚎着将剪刀砸到地上。徐佳梦，我就剪了你一点点头发，现在我把我的头发全部都剪掉了，你要履行你的诺言，之前的一切都一笔勾销。我转头问王特助：我刚刚答应他要一笔勾销了吗？王特助弯腰回答：没有的，徐总，您没答应。我俯下身子，用鞋尖勾起林书瑶的下巴，迎上他仇恨的眼神。听到了吗？我没有答应过你。林书瑶抬手抹开脸上的眼泪，要跟我鱼死网破。徐佳梦，我给你脸你还不要脸了是吧？跟我玩阴的。你是华菱集团的总裁又怎么样？丰源集团也没比华菱差到哪里去。要是让李总知道你欺负我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心领神会地哦了一声，原来一直叫嚣着打小三的林书瑶才是李伟成真正的小情人呀。王特助见林书瑶蠢笨得要死，竟然想拉自家总裁下水，气得冲上去一脚踹在他的心窝上。林书瑶，你再敢胡说八道，我就撕烂你的嘴。徐总，你千万别相信他的话，我们李总一向很敬重您的。他不会。我目光凌厉地扫了他一眼，大声喝道：既然他都开口有李总撑腰了，那么李总不来是说不过去了。我给你3分钟时间，立刻把李伟成带到我面前。王特助愁苦地拧起脸，1秒钟都不敢耽搁，慌忙冲出了包间。林书瑶在地上梗着脖子一通乱骂，王特助就是蠢货，有必要这么捧徐佳梦的臭脚吗？再怎么说丰源和华菱是合作关系，你不就想靠丰源赚钱吗？
还敢对李总横到哪里去？李总最近对我很是宠爱，他不会对我坐视不管的。我淡淡的垂头看表，计算着李伟成的到达时间，才过了1分半，李伟成就挺着大肚子，大汗淋漓的赶到我面前。他还来不及擦掉脑门上的汗，就连忙弯腰向我伸手。我皱着眉头盯着他，没有回我。李伟成瞬间泄了气，对不起徐总，惹您不快了，是我没管教好手下人。林书瑶拽住李伟成的裤腿，掀开娇滴滴的嗓音，李总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，你明明说你要好好对我的。别说李伟成怕我怕得要命，就是看到一向美丽的林书瑶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，再也提不起一丝好感了。他踢开林书瑶的手，重重地剁她的手。没眼力见的东西，竟然惹徐总这么生气！你被开除了，以后再也不用来丰源上班了。林书瑶尖锐的惨叫声叫得人心烦。李总，他是总裁，您也是总裁啊，您为什么要忌惮他？咱们两家是合作关系，他不也想赚咱们集团的钱吗？您不用对他低眉顺眼的。我微微一笑，目光把李伟成盯得坐立难安。是吗，李总？原来你们集团的人都是这么想的，要不你还是跟他解释一下我们的合作历程吧。李伟成揪着林书瑶的头直愣愣往地上砸，边砸边吐口水。你懂个屁！这个项目可是我求了徐总3个月才求来的。华菱集团小小一个项目就能顶得上我们集团半年的收入。徐总同意跟我们合作，是我们烧了高香。要是因为你害得徐总撤回跟丰源的合作项目，我非扒了你的皮。林书瑶彻底傻眼了，他以为丰源集团有跟我叫板的权利。实际上，如果我把这个项目喊停，华菱或许会赔上一笔违约金，但是丰源明年上半年的运营将会全面崩盘，到时候股市全面下跌，整个集团破产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李伟成看到他帮我代购的包包被扔在地上，链子也摔断了，瞬间就意识到林书瑶到底是把我惹得有多严重。造孽啊！这个包还是我让你去帮徐总代购的，你竟然把它弄成这个样子，拿你的命都赔不上啊！林书瑶快把头缩成乌龟。对不起李总，我以为他是您在外面包养的情人。这2个字一出口，李伟成瞬间觉得把我冒犯了，冲上去拽着林书瑶，让他对我磕头。对不起徐总，是我没跟他说清楚，才有了误会。这个包算我的，过几天我再让人去法国给你代购一个。您能不能别迁怒公司，不要影响咱们之间的合作？我盯着李伟成焦急的脸。李总，我竟然不知道自己和您上过床，咱俩甚至连床照都有了。你的小公关口口声声说我靠爬床拿下这个项目，您倒是跟我解释解释，我是怎么上你的床，留下床照的？李伟成掐住林书瑶的脖子，咬牙切齿道：什么床照？快点拿出来我看看。林书瑶的呼吸被遏制，脸瞬间成了猪肝色，颤巍巍地掏出了手机。李伟成松开粗壮的大手，点开手机一看，惊呼着一拳砸在林书瑶脸上，打碎了她2颗牙。贱人，你竟然敢拍下我和你的照片，甚至还把你的脸换成徐总的脸，你不想活了是吗？徐总，这个人不是您，是林书瑶，这张图是他伪造的。全场人终于明白了真相，林书瑶自己当小三，还敢拍下自己的照片换脸成我的，天下第一无敌厚脸皮的称号简直非他莫属。好你个林书瑶，不要脸的人是你啊，把你的照片换脸成徐总的，然后煽动我们对徐总动手，
你的心机简直不要太重。许天阳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，捂着还在流血的脸冲过去，把林书瑶撞倒在地上，整个人骑在他身上又打又揍。你故意的，你故意在我面前污蔑造谣梦梦，让我怀疑他，是你挑拨我和他的关系。本来我们俩的感情好好的，都是因为你。许天阳挥舞着拳头，恨不得能把林书瑶打死。我理解他崩溃的心情，毕竟本来有个总裁女朋友，现在却被林书瑶搞砸了一切。他面目狰狞，每一拳都是极大的宣泄。在场没有人叫他住手，因为他们想打死林书瑶的心也是这样强烈。别打了，再打就打死了。我堂堂一个华陵集团的总裁，可不想卷入残忍的凶杀案里。可许天阳已经红了眼，滔天的仇恨吞噬他，他根本就停不了手。李伟成着急的大喊，其他同学才冲上去按住了许天阳的手。他懊悔的低下头，跪着来到我身边。梦梦，我知错了，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，我们不要结束好不好？他在我被污蔑的时候，果断地把我一脚踢开，又在得知我真实身份的时候，口口声声跟我说爱。傻子才会信。我抠住他的脸，看着这张原本心动的脸，此刻仅剩下厌恶。我嫌你脏，刚刚牵过林书瑶的手脏，爱慕虚荣的心更脏。你这么脏的人，根本就配不上我。我不但要和你分手，还要把你踢出公司。当初因为心疼你，维护你的自尊心，我破例让你当上采购经理，没想到你倒是仗着这层身份作威作福。许天阳，没了我你根本连狗屁都不如。许天阳抱住我的脚求饶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开除我，不要跟我结束。梦梦，我会改的，我真的会改的。以后我会一心一意对你，我会永远听你的话。你别不要我，没了你我活不下去啊！我的前途怎么办？我的未来怎么办？我扫了地上半死不活的林书瑶一眼，淡淡回道：别担心你的以后了，你看看你把他打成什么样子，你以后大概会在牢里度过好长一段时间，管吃管住，倒是个好归宿。林书瑶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，许天阳这个大牢是蹲定了，他的七魂好像散了六魄，双眼空洞，瘫软在地，张着嘴巴，一个音节都发不出来。我冷冷地扫着那些所谓的同学一眼，从今以后，你们就别想在这个地方混了。我会在全行业下通知，但凡有敢和你们合作的企业，统统都要进华陵的黑名单。我看看有几家企业敢跟华陵叫板。地上一片哀嚎，一个个哭着跪着求我原谅。聒噪声让我心烦意乱。王特助察觉到我的脸色，迅速吩咐门外的保镖把所有人都拖了出去。空荡荡的包厢里只剩李伟成和失去意识的林书瑶。李伟成恨恨瞪了林书瑶一眼：许总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们丰源的错。这次合作我们让利50%，您能不能别取消合作？我抬眼碰到林书瑶的目光，他的眼神紧紧地贴在许天阳身上，闪着亮光。是，许总，我保证把事情办妥。我打电话给华陵的秘书，5分钟后就来人将我接走。我在医院里好生休养了好一阵，出院后才听见秘书的汇报，丰源那边传来消息，林书瑶重伤送到医院治疗，然后就被送到了精神病院，已经确诊，以后都不能出院。我转动手上的签字笔，颇为满意地点点头。林书瑶那副癫狂的模样，的确是有精神病。秘书继续汇报，许天阳因为故意伤人被依法逮捕，
判处有期徒刑7年。还有那些在同学聚会上对你动手的同学，他们也要被拘押。而且全行业的同行已经发话，将来不会跟他们有1分钱的交易。还有，他们录制了澄清视频，说明从您高中开始的不良言论全都是造谣，公司会以您的名义对他们进行追责。我挥手让秘书出去，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李伟成的电话。李总，结果我还是挺满意的，那就按之前所说，项目让利50%。好，谢谢徐总的高抬贵手，那就先预祝我们合作愉快了。合作愉快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